一本古籍叫《梅花易数》，就是那个断战总诀篇之2。跟你一起发掘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，怎么通过观察身边最普通的事物，一顿饭、一个声音、一件东西，来洞察事情的走向，提升我们观察力和逻辑能力的斯文训练。这部分内容的核心其实可以浓缩成8个字：观物取象，以象推理。就是你先仔细观察一个具体的东西，抓住它的特征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特征匹配到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里，也就是所谓的卦象，最后再根据这些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做推理。所以他教的不是神秘主义，而是一套完整的观察与分析系统。明白了。我们可以分4步来拆解它，从总纲到最生活化的应用，再到核心能力的训练，最后看看它的场景化实战指南。这套系统的发动机是什么？它的发动机呢，就是万物复理提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：占断不是凭空想象，而是一个双向验证的过程。你通过某种方式得到的卦象，它其实只是一个线索，或者说一个初步假设，你还必须从现实世界里找到证据来验证它。证据，这听起来就很不一样了。我以为这种东西就是纯粹的逻辑推演，从现实世界里找证据。难道说我看到一只猫走过去也算证据吗？这感觉也太主观了吧。这就是关键。这里的证据啊，它确实不是随便什么都算，它分为2种。第一种叫外应，就是你正式分析问题之前，周围环境给出的及时信号。这里的核心心法是虚心求应，意思是你得先让自己静下来，排除杂念，才能敏锐地捕捉到那些有意义的信号。比如有个朋友很焦急地来问你一件事，你还没开始分析呢，就听到窗外传来激烈的争吵声，那这个声音就可能是一个预示这件事会有纠纷的外因。我有点明白了，它不是说任何风吹草动都算，而是那个当下最突兀、最引人注意的信号。可以这么理解。而第2种叫克应，是你得出初步结论之后用来及时验证的法应。比如你分析出一个吉利的卦象，觉得事情能成，恰好这时你朋友的手机响了，传来一个好消息，或者隔壁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，这就叫克应。它就像是现实世界给你点了个赞，说你猜对了，这让你的结论可信度大大增加。这么一说，它就不再是空对空的推演，而是一种理论和现实的不断碰撞。材料里那个要工程款的例子就很形象，整个过程就像破案一样。那个例子很典型，你帮朋友分析能不能顺利拿到工程款，得到的卦象是兑为泽。兑卦本身就代表口舌和交易，这是你的初步线索。就在这时，最关键的证据出现了，朋友的手机响了，电话那头正是甲方，直接在电话里说款项没问题了，马上安排。你看，卦象这个线索和电话这个外因证据完美的对上了，结论自然就非常可靠了。所以它更像是一个侦探，而不是一个预言家。不过对外应的解读会不会有偏差？比如同样是看到有人受伤流血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，但具体对应什么事呢？这就涉及到更深一层的原则，八卦中分，不可一例而论。意思就是外应的解读必须结合你手上的线索，也就是卦象，要结合起来看。对，比如你说的看到血光，如果你的卦上是坎卦，坎卦对应水和牲畜，那这个外应可能预示的是家里的宠物或牲畜生病。但如果你的卦象是离卦，离卦对应火和血液，那可能预示的就是人会有一些小的磕碰伤病。线索不同，对同一个证据的解读方向也完全不同。这个双向验证的逻辑我清楚了。那还有一个最实际的问题，就算我知道了吉凶，我更想知道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啊？这个系统能解决吗？当然，这是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。万物复提供了3种很实用的方法。哪3种？第一种是按卦数推，每个卦象都有个对应的先天数字，比如巽卦是5，坤卦是8，把卦象的数字做个简单的加减，就可以推断出大概的天数或时辰。第2种呢是按远近推，这很符合直觉。你问的是今天下午的事，那就按时辰算；你问的是今年能不能升职，那可能就按月来算。前2种听起来都还挺理性的，需要计算和判断。那第3种呢？第3种就是按外应推，但这个方法确实就像你刚才担心的，会比较主观。它的原则是，如果外应的发生是快速突然的，比如电话铃响，有人敲门，那事情发生的时间就快。如果外应是缓慢的，比如你看到一片叶子慢悠悠的飘落，或者看到蜗牛在爬，那事情发生的时间就会相应拉长。所以这套系统其实是在不断的提醒你，别光低头算，要抬头看，要用你所有的感官去接收信息。说实话，这种理论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，但你给我的材料里有个部分简直具体到不可思议。你是说那个饮食篇吗？对呀，
吃饭这玩意儿真能从卦象里看出来我中午是吃沙拉还是吃火锅？它确实可以给予一个方向，这正是这套系统最有趣的地方。它能把最抽象的哲学逻辑应用到最具体的生活场景里。这里的核心工具叫体用生克，你可以简单的把体卦理解成你自己，把用卦理解成你要面对的事情，在这里就是这顿饭。然后看他们俩的五行关系怎么样。同时呢，8个卦象本身也像一套食物密码，各自对应着不同特征的食物。这个食物密码特别有画面感，我分享几个我觉得好玩的。好啊，比如乾卦代表圆形、坚硬、辛辣的东西，像是苹果、核桃、生姜。没错。坤卦就代表米饭、馒头、土豆这些主食，场景往往是亲友聚会。坎卦代表咸的，水产海鲜、酒水，颜色偏黑。离卦呢就代表苦的，煎烤油炸的，比如烤肉、火锅，颜色偏红。还有个兑卦代表辛辣的腌制品，像泡菜、腊肉，甚至还可能暗示你是在 KTV 这种带娱乐活动的地方吃饭。你总结得很好，掌握了这些食物密码，接下来就是看你和这顿饭的关系了，也就是体用关系。规则很简单，最好的一种叫用生体，饭来生你。饭来生我，意味着有口福，大概率是别人请客，而且吃得特别好。这个好。其次是体用比合，你和饭的关系很和谐，也很吉利，说明饭菜可口，气氛愉快。那如果是我去客饭呢？如果是体客用，也就是你去客饭，意味着你能吃到你想吃的东西，但过程可能有点波折，比如餐厅要排队，或者点菜的时候纠结了半天。最糟糕的情况是用客体，饭来克你。这个我太有体会了。上次出差吃路边摊烧烤，结果上吐下泻，折腾了一晚上，那肯定就是用客体的极致体现了。完全正确，就是最生动的例子。它可能预示着吃坏肚子、食物中毒，或者是在饭局上跟人吵架，闹得不欢而散。最后一种叫体生用，你去生饭也不太好，意味着你要为这顿饭付出很多。比如说我请客，比如你花大钱请客，结果别人还不领情，或者自己忙前忙后，结果一口没吃好。材料里那个商务宴请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。那个很典型。跟客户吃饭能不能谈成合作，得到的卦是体卦乾，用卦兑。乾和兑五行都属金，是比合关系。所以首先就预示了饭局会很顺利，而且用卦兑又代表辛辣和娱乐，所以当时就推断可能会去吃火锅或烧烤，饭后可能还有 KTV 活动。结果呢，不仅流程对上了，合作也谈成了。这个思路对你准备一场重要的商务会议，可能真的很有启发。是的，它提供了一个模拟和预判的框架。这个商务宴请的案例很有意思，我发现它成功的关键好像不仅是解读卦象本身，更是那种能把抽象的对卦和现实中具体的 KTV 辛辣食物联系起来的能力。这种联想能力或者说观察力才是最难的吧。你一下就抓住了核心，前面讲的所有应用都依赖于这种底层的观察能力，所以得专门练。对，所以材料里专门有一部分叫观物玄妙歌诀，它就是这套系统的核心能力训练手册，专门教你如何观物。怎么观？也就是怎么把你看到、听到、感受到的一切都和你脑子里的符号系统连接起来。这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思维框架，像今天我们说的系统化分析，有点那个意思。它强迫你从固定的维度去拆解你看到的东西，这样你就不会被第一印象带骗。哪几个维度？只要是4个维度：形、色、性、味。第一是形，形状。古人说天圆地方，所以圆的东西对应乾卦，方的对应坤卦，长的条状的对应震巽2个卦，因为它们属木。第二是色，颜色。黑色对应坎卦，也就是水；红色对应离卦，火；白色对应乾，对金。好。第三是性，性质。动态的对应乾震，天动雷动；安静的对应坤艮，地静山静；热的对应离，冷的对应坎。最后一个是位置。对，第4个维度是位，空间位置。高处的对应乾，低洼处的对应坤坎，东边的对应震，南边的对应离等等。这个分类系统听起来很清晰，但会不会太简单了？世界这么复杂，真的能用这几个标签就概括吗？比如我桌上这个蓝色的方形冰块，它既是方的，也就是坤卦，又是冷的坎卦，颜色在古代体系里可能又不明确，这该怎么算？这个问题非常好，也触及了这套智慧的精髓。
材料里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不可一例而论，不能死板。绝对不能死板。同一个东西在不同场景下，它最显著的特征不同，对应的卦象也完全不同。就拿你说的冰块，如果你是想问它的状态，那冷这个性就是最关键的，取坎卦；如果你是想问它占的空间，那方这个形更重要，取坤卦。所以关键是当下哪个特征最突出。正是如此。再比如我们每天都用的手机，从形状看它是方的，可以对应坤卦。但当屏幕亮着、发光发热时，就有了离卦的特征。你用它打电话，涉及到言语，就对应兑卦。如果不小心摔坏了，那毁折的象也对应兑卦。所以观物的目的不是给事物定死一个标签，而是根据你当下的问题和它最显著的特征，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分析切入点。所以经过了理论学习和能力训练，材料最后给了我们一个像是快速参考手册一样的东西。我看目录里叫《诸事响应歌》，他把前面所有的原则都应用到了14种最常见的场景里，比如问天气、问家庭、问健康、问财运、问出行等等，像是一系列带答案的练习题。对，但你会发现，虽然场景五花八门，它底层的判断逻辑是完全一样的，还是看体用生克那套。比如问钱呢，大家最关心的。问求财，如果是体克用，意味着我能掌控财富，或者用身体、财富来帮助我，这都是吉兆，能赚钱。那不好的呢？反过来，如果是用克体、财富来克我，那可能就是亏损，或者赚钱过程非常辛苦，得不偿失。那出行呢？问出行，如果卦象里遇到坤卦或艮卦，就可能受阻，因为这两个卦都有静止、停止的意思。他不会说你的旅途完蛋了，而是会说，路上可能会堵车，你最好早点出门。他讲到这次聚餐的饮食可能有问题，是提醒你多注意卫生，别吃生冷。他的所有结论最终都是为了指导你的行动。这么听下来，今天我们好像从《梅花易数》这部古老的经典里一起完成了一次思维的探险，从线索加证据的双重验证，到一顿饭里的吉凶密码，再到观察万物的4个维度，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，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规律，然后用这些规律来指导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。如果把视角再拉高一点，你会发现这套方法的真正价值可能已经超越了占断本身。怎么说？它其实是在训练一种极其敏锐的感知力，让你去主动留意那些平时被我们忽略的细节，并且去思考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它鼓励你从一个更整体、更动态的视角去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。材料的最后提到，这套方法需要心诚，但我很喜欢他的解释，这种诚不是指烧香拜佛日的迷信，而是指静下心来认真观察。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、充满干扰的时代里，这或许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状态。所以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可能是，在这个被各种通知和信息流不断打断的时代，我们有多久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，单纯的去观察和感受身边那些细微的信号了？如果我们试着这么做，又会发现哪些一直被我们忽略的有趣的规律和联系呢？下面是诸事响应歌。